腾飞，就按你说的办，看他们还能怎么样。好，你放心。行了，你去忙吧，有什么消息，随时通知我。好的，陈老，那我先回去。陈老，你就这么相信李腾飞？这万一……行了，志秋，连你也认为我这么做就是相信他吗？那您什么意思啊？照你说的，万一李腾飞和于鹏跃相互勾结，我们又花高价买了周岩5%的股份，而杨新伟又把自己手里5%的股份卖回给于鹏跃，哈，我们不是白折腾了吗？哈哈，到时候李腾飞照样可以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做成一件事的机会有的是，看清一个人的机会可就太难了。啊，是。你现在去办2件事：一是让李腾飞和杨新伟尽快的把手里的股份转到于京投资；二是让菲菲再去催周岩，再给他们使劲打压力。我倒要看看这于鹏跃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您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好。确定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，交易取消，他们不卖了。哎呦，谁不知道他们找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幌子？关键是咱们白白错过了一次收购他们的好机会。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啊，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陷阱。陷阱！我怎么就没看出来？我看你就是那个司马懿被于鹏跃唱的这个空城计给吓住了。既然是陷阱，当然不会在明面上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于鹏跃不可能做没有意义的事儿，这小子指不定什么事儿在后面等着呢。来，老爷，别站着啊，坐。问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实话啊，你不觉得周岩突然间卖股份这事儿有点蹊跷吗？他缺钱，卖股份有什么奇怪的？但以我对这小子的了解啊，他平时没什么花销，怎么会突然缺钱了呢？而且还是这么一大笔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有人在利用一些事儿，在逼他。王于总，我们快看今天的新闻。哦，啊。北漂生活网 CEO 李腾飞表示，将高价收购 FB 股份。李腾飞，解释解释这什么意思？耍我是吧？你怎么解释？你笑什么呀？傻帽，明显的贼喊捉贼，看不出来啊？不，你是说这条新闻是于鹏跃自己编的？八九不离十。真不是你。老爷，我知道我们俩理念上是有分歧的，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也不一样。拌几句嘴是正常事儿，但即使有分歧，那也是工作上的事儿。我对你人品没有过质疑吧？哎呦，李总，对不起，
我这刚才有点急了，你看都是这于鹏岳这小子多缺德，你差点让我误会好人。哎呦，您别生气啊。那您帮我分析分析，于鹏岳对外宣布我们要收购他，他想干什么呀？在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堂课叫公共关系课，那老师讲的真好。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总结出来的几条公共关系理论，其中第一条就是同情弱者是中国人的天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于鹏岳这么做是在示弱？可是给谁看呢？生意场上是讲究买涨不买跌的，谁吃他这一套啊？从一个新闻还看不出来。不过我敢肯定，好戏马上要开始了。听说北漂房客网要被人家收购了，真的假的？那咱还能免费出租房子吗？北漂房客网不是搞得挺好吗？怎么要被收购了？好像是生活网下了黑手，暗地里搞了小动作。不管怎么说，都是有钱人玩的游戏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收购又不是再也没有了。文章都发出去了，都发出去了，按照您的要求，几份稿件一个批次一个批次发。有什么反馈吗？目前还没有，不过倒是有几个朋友向我求证新闻的真假。你怎么说的？我回答的很官方，高层的事儿我不清楚。对，就这么说。告诉大家，都别乱嚼舌头，谁问起来就说不清楚，别咱们自己做的局，咱们自己陷进去。我跟大家就是这么说的，不会有人乱上。那于总，论坛上的事儿怎么办？什么时候启动？就今天吧，注意别弄太过了。放心吧，我做了好几次了，门儿清。当初还说这种手段咱们少用，看来是不行了。哼，这个于鹏岳可真能折腾。我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，见过多少企业的一把手，哪个不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死撑着面子，一旦露出自己的软肋，就会被狼盯上。来，坐。上游的提条件，下游的提要求。平时追着你放贷的银行，天天催着你还贷，就连那些比你小得多的竞争对手都敢扑上来咬你一口。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我真不知道他是太笨了，还是太聪明。我倒觉得于鹏岳这么做有他的道理。这能有什么道理？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位置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博取大家的同情，而且他也的确成功了。现如今，他利用水军的引导，让大家觉得拥有一个北漂房客网的老账号是一种荣誉，而且也的确给他带去了不少的流量。你说，怎么有那么多人就那么的傻呢？这只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，他是为了向大家表明，其实我们对他们很重视，从而抬高了自己的身价。抬高身价？那你觉得怎么才能破这个局呢？其实破这个局并不难。看来你早就想好了对策。您不是常说吗？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好，腾飞啊，你放手去干，我支持你。我老了，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花花肠子我是搞不懂啊，我就做好我的伯乐，让你们这些有本事的千里马撒欢去吧。陈老，您过去吧。那好，既然这样，你去忙你的。过些日子我要回上海待一段时间。志秋啊，你帮我准备准备。是，陈老。那陈老，我先回去。好。陈老，您不会真觉得李腾飞说的有道理吧？我怎么听着都是歪理的。说说你的想法吧。他会不会和于鹏岳
是商量好的呀。说具体点儿。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啊，兔死狗烹的道理谁都知道。一旦北漂房客网完蛋了，那他李腾飞的使命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他那么精明的人，不会想不到这一点。所以，我就觉得，他和于鹏跃偷偷勾结，暗中放水，养贼自重。不要猜疑，说证据。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多少次我们把于鹏跃逼到没有办法、无路可走，可那小子总能想出新招来，还次次打在我们的软肋上。这要是没有内部人士的配合，他能办到吗？还有上一回，如果听我的建议，我们这边的3个股东一起管于鹏跃要分红，我就不相信他北漂房客网还能坚持得住。这又是让李腾飞给压下去了。再说说最近的几件事儿，那就更奇怪了。于鹏跃怎么知道我们和于金投资的关系？那肯定是李腾飞在签协议之前就告诉他了。陈老，本来能收周岩那5%的股份也就收了，谁拦着他？还是李腾飞。别听他分析来分析去，当初要真收了那5%的股份，现在的北漂房客网就该兴起了，哪里还轮得着于鹏跃在这里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？菲菲那天不是说了吗？李腾飞和于鹏跃表面上老是吵，私底下好的能穿一条裤子。上大学那会儿就这样。那天不还一起喝酒来着吗？说什么合作愉快。不要再说了，今天说的这些话，不要对任何人讲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李腾飞给我盯住了。你来干嘛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张小航，张总。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张律师。啊，这位你应该认识，不用介绍了。这位呢是我们公司……停！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怎么？前台没跟你说吗？我是来谈收购 FB 公司的事情。于总，他刚才没说啊，就说是您的老同学，想找您聊聊。聊天有带这么多人聊的吗？你动动脑子好不好？李腾飞，你到底耍什么花样啊？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是正式来谈收购 FB 公司的事情。怎么，新闻没看啊？网上报纸都已经登了。我告诉你，李腾飞，这家公司我卖给谁都不会卖给你。没关系，我等你想聊的时候再来聊。这个是我拟好的协议，有兴趣的话，给我打电话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他敢开除你的话，记得来找我。喂，小雨，今天晚上是我妈的生日，我想请她吃个饭，找几个朋友热闹一下。你能一起来参加吗？你放心，只是吃饭不谈公事，而且我还叫了子珊和杨子他们一起。李总，
至于周岩和于鹏月，就算了吧，这段时间还是别刺激他们。谢谢啊，我妈在北方市没什么认识的人，你要是能来的话，她一准特高兴。那行，我马上把地址发你啊，你先忙。于总，你找我？今天晚上帮我把老邢约出来。老邢，你要约他见面？不是我，是你。你约他一起吃顿饭，然后把他带到这个地址。行，交给我。他欠我一个大人情，肯定给他约出来。那太好了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，你带给他。好。另外，到那之后，就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，和他随便聊一些什么东西，之前公司的一些事儿都可以。你要想办法让老邢注意到我们这一桌。明白，明白。静姐，给阿姨买的花。哦，谢谢。子章和阿姨呢？杨子去接了，刚刚来电话说路上有点堵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么早就下班，于鹏月不会介意啊？能不能别提他了？我可不想下班还满脑子工作。好，那8小时之内是工作，8小时之外咱们就是生活了。嗯。那我就以茶代酒，恭迎王大律师的到来。好，来。姐，开心点儿。咱就别吃饭了。哎呀，我都订好了，就在那儿。来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人真是磨叽。非得吃饭，有什么可吃的呀？我说老黄啊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，只要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兄弟我一定帮你。你说现如今咱们两家这关系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说我跟你吃个饭，万一让我们同事看见了，多不合适。哎呀，老邢啊，你说你老是想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公司归公司，这兄弟归兄弟嘛，咱俩吃个饭吧，啊？为什么？老邢，他说你给他夹菜，老邢啊，你干什么呢？一直吃，没事。我撑的回去那个难受，我睡不着觉。阿姨说呀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天哪！哎呀，你别老板这个脸行不行啊？你吃个饭，你怕人家看见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没准啊，过不了多久，咱俩又在一块儿了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你还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呀？我们公司啊，很快就要拥有你们公司大部分的股权了。哦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哎，老邢，喂，我菜还没点呢，我。哎，老邢，说多久到的吗？看一下。什么事儿笑这么高兴？哦，杨子他们快到了，正好大家好好聚一聚。你想啊，自从紫珊搬走之后，大家真的没有在一起好好吃过饭了。是啊，这几个月你都跟你妈在外面租房子住，杨子还总回家，你们连见面都很少，更别提一起吃饭了。是啊。说咱们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哎，你跟于鹏月，你们俩喂，是谁说的？咱们不谈工作的事。好，我忘了，不聊。陆爷，老大来了，来了，妈，阿姨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小雨，你上座吧，坐。阿姨坐，好，来，这边给我，我坐里面了。好。
花给我们吧。好，你也要走？老邢，我哪儿做的不对吗？我亏待你了吗？这个公司里谁走我都能想得通，你走我想不通啊！于总，我也真的是没办法。你别跟我说什么你回家照顾孩子、回家结婚、买房子离公司远之类的理由，其他人都已经说过了。于总，您是个好人，操持着这么大一个公司不容易。说实话，这些年您对我真的不错，所以哪怕是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也没想离开，我就是想跟您共进退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走？您是个聪明人，您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聪明。我相信，就算是咱们这公司没了，您也一定能够东山再起，一定能够再次出人头地。可我不行啊，我没您这脑子，我笨。我之前在您这儿，也就是给您跑跑腿什么的，承蒙您这么待见我，让我做到这个位置。这些年，我跟您长了不少见识，积累了不少经验。可创业这事儿，我真的不敢想。我这后半辈子，也就是照着这条路走下去，靠给人打工混口饭吃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能明说吗？于总，我跟了您这么长时间，我觉得我是了解您的，所以我也就不想跟您兜圈子，有什么话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知道您想把咱这公司卖了，卖给李总他们。真到了那天，我们这些老员工可就成了后娘养的了。公司解不解散的，谁也不知道。可真的，如果合并到了北漂生活网，恐怕就没有我们的立锥之地了。老邢，你可不可以动动脑子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把公司卖了？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要把它卖给李腾飞了？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吗？那些新闻都是咱们公司放出去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网友们能够激发起他们的怜悯之心，还有他们的好奇心，从而增加咱们网站的曝光度。都是假的，假的！可那天李总他就是故意诚心过来搅局，我根本就没想过把公司卖掉。于总，您要是这么说，那可有点不够意思了。我不够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了，我哪儿不够意思了？好，那我就什么都说了。我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注意到，周岩周总干什么事都是心不在焉，每天上班除了对着电脑发呆，就是打电话说什么钱马上到。还有王律师，以前对工作多负责任的一个人呢，可最近对咱们公司的事儿也是不闻不问。前些日子我管他要了一份之前的合同档案，他居然给了我一份错的。您说这要是搁以前，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？所以你就觉得我要把公司卖掉，所以你就觉得我把所有的员工都蒙在鼓里是吧？也不全是。搁之前我绝对不会想到您会这样。可那天晚上，哪天晚上？那天晚上怎么了？那天晚上我看见您让王律师私下里去见了李总，这是我亲眼看见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了。你等会儿，你说你亲眼看着我让王律师跟李腾飞接洽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您要是真让他去了，也不会让我知道，不是？那如果不是您让他去的，那可就更糟了。如果现在王律师也站到了他们那边，咱这公司现在可能都不姓于了，于总啊。您将来一定是个大人物，您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些小人物生存有多艰难。要是公司还能撑下去也行，可是您看看公司现在这个样子。好在之前那些老哥们还没忘了我，准备拉我一把。如果我没有抓住这次机会，恐怕也只能拿一笔遣散费让人家扫地出门。他们都跟我说了，一旦咱这公司被收购了，之前的老人一个不留。
肖，你让我跟你说什么好？于总，您就别再为难我。老肖，你别这样，我不为难你，真的，我不为难你。话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些年为公司所做的一切。谢谢。走了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不怪你。保重。于总，连邢经理也辞职了，肯定是公司出事儿了，他们当头的知道的早，一个个都跑了。哎，是不是北漂生活网收购咱们公司的事情是真的呀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我每个月还得交房租呢。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我看呐，我们也早点做准备吧。我已经在投简历了，可是最近经理管得太严了，我有好几个面试都没去成。有些公司啊，可以视频面试，而且都是跟老板直接谈。不好意思啊，您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不太符合我们的贷款要求。于总啊，不是我不付款，是别的公司还欠着我的钱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喂 ，FB 公司吗？你们租的服务器和宽带下个月可就到期了，还续不续啊？对不起，于总，不好意思啊，你是来辞职的，还有我，对不起，于总，不好意思。还有我。哎，于总，我是于鹏岳。您看上周咱们谈的广告项目，这周咱们能不能找个时间把它给签了？什么？您不打算签了？不是，为什么呀？哎呦，刘总，那些都是谣言。好吧。啊，没关系，理解理解。咱们下次合作。哎，再见。于总，怎么了？去我办公室说吧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于总，本来公司这个月账上还有100多万，不过因为最近离职的员工比较多，按照和大家之前的约定，支出了一大块作为去年应发的奖金。还剩多少？20多万，就只够这个月的工资和各项保险、公积金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是咱们马上又要缴下半年的写字楼租金，也是20万左右。你有什么看法？如果公司的账上实在是有困难的话，
工资晚发2天，大家也不是不能接受。还是先发工资吧，大家在北方市生活不容易，其他的我来解决。好。经理，于总怎么说？你们放心，按时发工资。可惜啊，谁都看好于总的人品，但谁都不看好公司的未来呀。哎，我听说小李他们等着发了工资就要辞职呢。真的？哎，可惜啊，人各有志吧。我看那于总现在真是够可怜的。那咱们办公室的租金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于总说他会想办法的。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广告客户都快没了，哪来的钱？但愿于总能想出办法来。行了行了，都散了吧，去工作吧。啊。这些人就知道拿自己那点小九九，这就是人之常情啊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他们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反正我是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的，就算是彭越哥哥赶我走，我也不走。若依姐，你呢？我啊，我现在就走。啊？进。于总。啊，这回有几个人？3份。挺好，比昨天少。那个，于总，其实是4个。还有一份是我。知道了。于总，出去。我走啊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走吧。是我。呀，找我有事儿？我来是想跟你说，我从事务所辞职了。连你都觉得我撑不下去了？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，还怎么撑下去啊？公司里都人心惶惶的，你怎么就那么大信心？公司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你真的应该要好好反省反省。下个月起，你不用再付事务所服务费了，真便宜你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傻呀你！彭越哥哥，你被逼疯了吧？若依姐姐是不是也抛弃你了？傻丫头，你若雨姐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我了。好，好，腾飞啊，我在上海这段时间你做得非常好，这样一来，于鹏也算是自作自受，人心离散。之前你那篇启动收购北漂房客网事宜的新闻通稿，我看了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哦，
当初没有北漂房客网，北漂们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？不必害怕前进，需要担心的只有止步不前。哈哈哈哈，这句话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。谢谢陈老，我只不过是阐释一下客观事实。志秋啊，我在那什么，这方面你得好好的跟腾飞学学。你看啊，一篇新闻稿，一次登门拜访，加上几句闲话，就巧的于鹏岳那边是鸡犬不宁啊，这就是本事啊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跟着李总好好学习的。好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回去了。腾飞啊，早点打败你的敌人，越早越好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我送送您。继续盯着李腾飞，掌握他的一举一动。陈老，您是不是又发现什么了？现在还不能下结论，不过他干的事情确实是雷声大雨点小，看着每次都能占到便宜，可哪次对于鹏岳造成了致命打击呢？就像你说的，也许他们俩真的勾结在一起了。我说的吧，您这一次一逼李腾飞，李腾飞又让于鹏岳吃瘪了。可估计过不了几天，于鹏岳又能想出新办法，再一次咸鱼翻身。不信您就瞧着吧，这一招他们已经玩了好多次了。我们双方是真的你死我活，刀光剑影。可每次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于鹏岳总能化险为夷。这要是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猫腻，这又怎么可能呢？程老，于鹏岳真的说，是在签合同之前，李腾飞告诉他的。看他的样子像是说漏了嘴。虽然半截改了口，可一听就是这个意思。于鹏岳实际上是希望我们高价收购，本来能收周岩那5%的股份也就收了，谁拦着的？我不同意，主任。还是李腾飞，当初要真收了那5%的股份，现在的北漂房客网就该姓陈了。于鹏岳准备把之前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拿出来，让它重新发挥作用。我说李总，你这不是傻吗？于鹏岳跟李腾飞说。合作愉快。菲菲那天不是说了吗？李腾飞和于鹏岳表面上老是吵，私底下好的能穿一条裤子。上大学那会儿就这样。那天不还一起喝酒来着吗？说什么合作愉快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于鹏岳也许早就意识到北漂房客网会遇到什么量级的竞争对手，所以才故意让李腾飞脱离出去，另起炉灶。表面上看处处在跟他作对，实际上呢是在借我们的力量把市场做大。这个于鹏岳还真是个好编剧，李腾飞也是个不错的演员。陈老，既然这样，咱们不能养虎为患，是不是赶紧把李腾飞开了？别急，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。一来，我们的猜测还没得到验证；二来，我也想看看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不就是多花点钱吗？钱我花得起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把花出去的连本带利的拿回来。哼！再去查一遍李腾飞的背景，看看有什么遗漏的地方。明白，您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办。志秋啊，日久见人心，我希望你是一个有心之人。我明白，陈老。
妈，腾飞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这是？啊，来，坐下，坐下。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啊？没有没有，就是有点想家了。我出来好几个月了，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你到你自己儿子这儿，麻烦什么麻烦？我求之不得了，每天就盼着您来看我。可是，我总来公司找你，你们领导对你没意见啊？放心吧，不会的。来，喝水。儿子，刚才我在楼下看到你们公司的叶副总送一个老板模样的人，我听到他们在说你。啊，说什么？说什么我也没听清楚，但是感觉很严肃的样子。啊，没什么。最近呢，公司有点麻烦事儿，大家都挺着急的。你放心啊。那叶总送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？那是我们董事长。董事长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陈护生。妈。